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3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2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85.63，收盘价是190.93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1.48，最低价是在183.67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248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16倍量增。KD 值，我们看到快线上穿了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变小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2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到了低档，然后出现反弹的位置。那当日呢是高开盘，然后最低在前一日 K 线实体的下沿的上方，收盘价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然后成交量是量增，那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股价是要继续反弹的表现。那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前面这根实体含上下影线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193，将会成为一个重要标志。也就是股价只有站上这个位置，那么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。当然，我们说如果股价日后能够站上这个位置呢，也就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在1月30日5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189到192之间。那么站上这个位置呢，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反弹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。如果我们把这根 K 线和这根休息的 K 线合并，那么左长红，左面是红 K， 右边是绿 K， 然后我们会看到右侧这根绿 K 的实体啊，在左侧这根实体的上方，也就是收盘这个实体的上沿在左长红实体上沿的上方。然后呢，我们会看到最低，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在前面这根 K 线最低的上方。那这样一来啊，就是左红右绿出现在股价相对低档的位置，这是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，我们把它称作叫旭日东升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那股价呢将会将会变盘。那么如果变盘呢，这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左边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193，将会成为重要的标志。也就是股价如果能够突破它，那么将会确认这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。所以我们无论是从单一 K 线解读，还是从这个 K 线组合去解读呢，那么这个193啊，都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标志。
当然，我们从 K 线组合方面再说，这样的一个 K 线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啊，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180，将会瓦解这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，那么股价也将会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7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88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对，那实际在1月29日收盘价是在190.93，出现了反弹。虽然我们预测的反弹和实际发生的反弹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它们的性质和走势都基本相同，也就是收盘价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然后呢，都是高开盘，并且呢，最低是没有跌破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。所以我们说从这样的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说出现这样一根 K 线将会预示着股价继续反弹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1月3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继续上行，的第一个目标，现在呢，我们认为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23，对，因为站上它将会瓦解这个空头趋势，但是由于目前股价出现了一个变盘向上的信号，我们要给出一个中间目标，就是这个缺口的中线，也正好是在200关口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加一条水平线作为中间目标。好，我们要加水平线，好，在200附近，然后我们变换一下颜色，我们还用和第一个目标同样的一个颜色，因为它是一个中间目标。好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设定它为中间目标呢？就是通常缺口的中线啊，是对于股价上行它是强压力，如果对于股价下行呢，它是强支撑。并且呢，它又是在200整数关口，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股价一旦能够到达这个目标啊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去测试223。那么在到达200关口之前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已经分析过了，就是这个193将会是一个强压力，也是重要标志，也就是股价收盘价站上它才有继续反弹的可能。那继续反弹一定是要突破目标，一定是要突破这个强压力。对，那突破了这个强压力，通常缺口的上沿的压力是很小，相对是小的。对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继续上行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给出一个中间目标200关口，然后第二个目标是223。当然第三个继续向上241和265是接下来的几个目标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的下行呢，我们也要给出一个中间目标。那之前我们说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152，因为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的位置是跌破了这个底，这个前低。那跌破这个前低啊，实际上股价继续下行，一定是要瓦解自4月27日以来的这个上涨。那么它现在下行的目标一定就是152。
对，那么我们要给出一个中间目标，就是给到这根红 K 的最低，因为现在股价是出现了反弹的走势，并且呢又出现了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，所以说这根红 K 的最低成为了一个重要标志。这当然也是股价下行要突破的一个位置，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添加为下行的一个目标，我们也是作为中间的目标。好，当然我们这条红色水平线是我们前一期视频给的是一个观察线啊，是前低，我们先把它，或者我们就直接应用这根线，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。好的。那么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180，跌破180也就瓦解了这个止跌的，或者说是叫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。那跌破198之后，就是150，跌破180，我们说的是180，不是198，180跌破它之后，那么将是152。那152被跌破呢，我们会看到下方的第3个目标就是101。好，那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目前这个颜色的区域啊，是股价日后运行的一个主要区域。那么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来说，我们要特别关注上方的200和下方的180。那股价如果选择向上或者是向下的突破呢，目标一定是这2个位置，对，否则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一个横盘，然后再次选择方向是向上突破200关口，还是向下跌破180而继续下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日后走势的几个目标哈。然后我们再来看，在1月30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。那目前呢，股价是一个我们会看到是收盘过前高，价涨量增，这是要继续反弹。然后在盘中我们要给出的一个观察位是193。然后我们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要给出这个位置呢？在1月30日股价在盘中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向上反弹的一个走势。那恰巧呢，继续向上反弹193又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这个位置。那同时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说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所以股价在盘中如果能够在193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会继续有一个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不能突破193，尤其是遇193而出现反转向下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下行或者是一个横盘。对，所以在1月30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的是193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排除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横盘，然后呢，在日后再去选择向上突破，或者说是继续下行。对，所以对于1月30日，我们这193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位置，在盘中。当然，对于收盘，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盘中要关注的位置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对于多头来说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这是止跌变盘向上的信号。同时呢，在1月29日出现了盘中就出现了反弹，收盘过前高，成交量增，我们会看到 KD 值是快线上穿慢线，然后呢，MACD 我们会看到也是这个快线也
发生了反转，所以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，也就是190.93。那我们现在在做这期视讯的时候呢，是夜盘的时间，是目前股价是在192.05附近。那在这个位置是在技术上我们是要进场抢反弹的，或者说是做多。对，那5%进场抢反弹，然后目标是上方的200关口，也就是说在198到199这个位置是我们如果抢反弹的话，这是一个获利的目标位。对，当然在这个地方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不想获利出场呢，那么我们继续等待股价上行，然后继续依据 K 线信息去加仓做多。对，那目前是5%进场抢反弹，目标位是198到199，也就是在次日的盘中，股价如果到达这位置是可以就是短期获利出场的。对，或者是持仓等待日后加仓做多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那在这个位置5%进场抢反弹，我们要给出一个叫做止损的位置，我们要给出2个位置。那如果是抢反弹呢，我们有2个位置，一个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83.67。然后呢，如果想就是承担更大的风险呢，那么还有一个止损位是180.06，也就是这个最低。通常我们是守这个位置的，对，但是我们不排除股价在这个地方出现反弹之后，然后呢又出现一个反转向下，然后再次在下方遇到支撑而去反弹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如果说是想要承受更大的风险呢，我们认为守180.06是比较合适的。但是在技术上通常进场抢反弹，我们是守当日 K 线的最低的。对，止损，现在我们说的是止损位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给出的2个止损的位置，可以依据自己承担风险的程度去选择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目前空头在1月30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有空头的力量进入，那他们的目标就是180，然后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在200关口这个位置，从198到200关口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月30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89到上方的192。实际上这个5日均线值我们会看到它包含了前一日 K 线的收盘价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如果是高开盘，如果是低开盘，它将会成为压力；但是如果高开盘呢，它有可能又是一个支撑。对，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压力是189到192。第二个压力是193，虽然它们在数值上是连续的，但是我们愿意把它分开，因为这2个压力位的性质是不同的。好，第3个压力位是200关口到202，这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在这个范围之内。那第3个压力位呢，我们愿意给出就是206，那这个压力位，这个压力是相对弱一些的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那下方支撑呢，我们依然第一个支撑，我们刚刚说了5日均线值也会成为支撑，是从189到192。然后
第二个支撑是前低是183到这个前低180，这是第二个支撑区间。好，那第三个支撑呢，就是我们之前给过的一个165，因为163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的缺口，在这个位置。第四个支撑就是下方的15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9。最高上方会到达199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还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92，下方最低会到达181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2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3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